不可！陈平一把抓住紫渊的手腕，语气急促而坚定。柳坤既然敢公然对我下手，必然早有准备。他在神都经营多年，朝堂内外遍布党羽。你此刻回去禀报国主，不仅未必能说动他，反而可能落入柳坤的圈套。他只需反咬一口，说我们二人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害相国，以他现在的权势，未必没有办法颠倒黑白。紫渊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就这样任由他诬陷吧？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，先避开追兵再说。陈平话音刚落，远处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和柳坤的怒喝：陈平，你跑不了的，把斩龙剑和金龙神魂留下，老夫饶你不死。两人脸色骤变，连忙找个山洞，钻进山洞深处，想要寻找其他出口。可这山洞本就是个死胡同，除了入口外再无通路。柳坤带着10余名黑衣修士很快追到洞口，堵住了唯一的去路。哈哈哈，陈平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柳坤站在洞口，目光阴鸷地扫过洞内。当看到紫渊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外，随即冷笑起来。紫渊大人也在这儿？怎么，你想背叛神国吗？柳坤，你血口喷人！紫渊上前一步，挡在陈平身前，怒声斥责：陈道友是国主亲自请来的贵客，你竟敢设下陷阱谋害他，还污蔑他叛乱，你眼里还有国主，还有神国的律法吗？律法？柳坤嗤笑一声，眼神中满是不屑。在这神都，老夫的话就是律法。陈平身怀至宝，又有金龙血脉，留着他迟早是个祸患，老夫这是为神国除害。至于你，紫渊，识相的就滚开，否则别怪老夫连你一起收拾。我看谁敢动陈道友！紫渊祭出一柄青色长剑，灵力运转，周身散发出地仙境8品的气息。他虽知道自己不是柳坤的对手，但此刻绝不能退缩，不知死活。柳坤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对身后的黑衣修士道：给我上！先杀了紫渊，再抓陈平。2名地仙境8品的黑衣修士立刻冲了上来，一人祭出锁链，一人挥动长刀，朝着紫渊攻去。紫渊不敢大意，挥动青剑迎上，剑光闪烁，与2人站在一起。他的修为虽高，但面对2名同阶修士的夹击，很快便落入下风。柳坤则将目光锁定陈平，身形一闪，便朝着他扑来。人仙境1品的气息轰然爆发，形成一股强大的威压，让陈平呼吸都变得困难。陈平，受死吧！柳坤一掌拍出，掌心凝聚着黑色的灵力，带着阴森的气息，直奔陈平胸口。陈平咬牙，运转体内仅存的灵力，挥动斩龙剑迎上。当的一声，斩龙剑与柳坤的手掌碰撞，陈平只觉一股巨力传来，手臂发麻，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，撞在洞壁上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石灵毒趁势发作，经脉刺痛难忍，灵力更加滞涩。哈哈哈，不过如此！柳坤得势不饶人，再次扑上，掌法凌厉，招招致命。陈平只能勉强抵挡，身上很快又添了数道伤口，鲜血染红了衣衫。另一边，紫渊在2名黑衣修士的围攻下已岌岌可危。一名修士抓住他的破绽，锁链缠住他的手腕，另一名修士则长刀劈下，眼看就要击中他的肩膀。紫渊猛地挣脱锁链，却被一股灵力余波击中，身形不稳，一口鲜血喷出，脸色瞬间苍白如纸。同时，一道差不可闻的毒气顺着紫渊的下腹进入了体内。紫渊道友！陈平见状，目眦欲裂，想要冲过去帮忙，却被柳坤一掌拍在后心，再次喷出一口鲜血，踉跄着跪倒在地。陈平，现在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？柳坤走到陈平面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背上，狞笑道：交出斩龙剑和神魂，老夫或许能让你死得痛快些。陈平趴在地上，嘴角淌着鲜血，眼神却依旧坚定。他看着不远处受伤的紫渊，又看了看柳坤得意的嘴脸，心中的怒火与不甘如同火山般爆发。他猛地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金色的光芒，胸前的龙晶再次亮起。这一次，
光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璀璨。啊！陈平发出一声龙吟般的嘶吼，体内的金龙血脉彻底爆发，金色的鳞片从他的皮肤下浮现，背后凝聚出巨大的金色巨龙。山洞内瞬间被金光填满，他的气息飙升，竟暂时压制住了石灵毒，爆发出接近人仙境一品的实力。柳坤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震得连连后退，脸上露出震惊之色。金龙真身？不可能！你明明中毒了，怎么还能爆发如此实力？陈平没有理会他，身形一闪，便冲到紫渊身边，一把将他抱起。同时他挥动斩龙剑，金色的剑气爆发，逼退了围攻紫渊的黑衣修士。柳坤，今日之辱，陈某记下了，他日必定百倍奉还。陈平怒喝一声，不坏金身包裹着全身，脚下浴火不启动，带着紫渊朝着山洞顶部撞去。轰隆！山洞顶部的岩石被撞得粉碎，陈平抱着紫渊冲了出去，朝着山林深处飞去。柳坤反应过来，怒吼道：追！一定要抓住他们！黑衣修士们纷纷展开身形，朝着陈平逃跑的方向追去。但陈平借助金龙血脉爆发的速度极快，不多时便将追兵甩在了身后。他抱着气息微弱的紫渊一路疾驰，直到确认彻底摆脱追兵后，才在一处隐蔽的山谷停下。紫渊道友，你怎么样？陈平将紫渊放在地上，焦急地问道。紫渊浑身是伤，还中了毒，气息微弱，已经陷入了昏迷。陈平连忙取出疗伤丹药，撬开他的嘴喂了进去，又运转神龙之力帮他炼化药力。看着紫渊苍白的脸，陈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柳坤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我定要揭穿你的阴谋，让你血债血偿。柳坤率领追兵在山林中搜寻了整整1个时辰，始终不见陈平的踪迹，只得愤愤返回相国府。书房内，柳坤来回踱步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陈平逃走，意味着他的图谋已经暴露。一旦陈平找到吴昊，禀明真相，他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陈平逃走了，若是他去国主那里告状，我们就麻烦了。一名黑衣修士焦急地问道。柳坤猛地停下脚步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慌什么？陈平中毒受伤，就算找到吴昊，也未必能取信于他。况且我早有后手。他转身看向心腹谋士，立刻备车。我要去皇宫见国主。皇宫内殿，吴昊正因为陈平迟迟未归而忧心忡忡。听闻柳坤求见，心中不禁有些疑惑。柳坤这个时候来见我，有何事？宣他进来。柳坤步入内殿，躬身行礼，脸上却带着一副忧国忧民的神色。国主，臣听闻雷音中被盗之事尚未有进展，而神都近来人心惶惶，臣心中焦虑，特来向国主进言。吴昊示意他起身，沉声道：你有什么话直说吧。国主，如今魔魂蠢蠢欲动，恶道殿虎视眈眈，神殿又态度不明，我神国处境艰难。柳坤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巩固与神殿的关系，只要能与神殿联姻，得到神殿的支持，恶道殿便不敢轻易妄动，魔魂之事也能多一分保障。吴昊眉头微皱，联姻之事我早有打算，只是陈平道友正在调查雷音中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国主，事不宜迟啊。柳坤急忙说道：雷音中被盗多日，毫无头绪，若再拖延联姻，神殿恐怕会认为我神国没有诚意。三殿主在神殿地位不低，若能与他结亲，不仅能借助他的力量调查恶道殿，还能提升我神国在神族中的地位，一举两得啊。他顿了顿，又添油加醋道：臣听闻近日恶道殿的人在神都附近活动频繁，似乎在窥探我神国地下的魔魂封印。若是没有神殿撑腰，一旦恶道殿联手其他势力来袭，我神国恐怕难以抵挡。吴昊沉默了。柳坤的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并非没有道理。神国如今内忧外患，确实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，而且他原本就打算让公主嫁给三殿主之子，
借机调查三店主与恶道店的勾结。柳坤的提议似乎正好契合他的计划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吴昊缓缓点头，那联姻之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。3日后，你亲自护送公主前往三店，完成婚礼。柳坤心中一喜，脸上却依旧保持着恭敬。臣遵旨，定不辜负国主所托。离开皇宫后，柳坤立刻返回相国府，召集心腹手下。大人，国主已经答应联姻了。谋士问道。哼，吴昊果然上钩了。柳坤冷笑一声，什么联姻，不过是我的缓兵之计。3日后，我不仅要绑走公主，还要借此机会逼吴昊交出祭祀宝典。众人皆是一惊，大人，你要祭祀宝典？难道您真的要？不错。柳坤眼中闪过一丝疯狂。祭祀宝典记载着加固和破坏魔魂封印的方法，只要得到它，再联合恶道殿打开封印，放出魔魂，到时候整个6重天都会陷入混乱。我再借助魔魂的力量，除掉吴昊和雷音观的那些老家伙，整个6重天就都是我的了。众人闻言，脸上露出震惊之色，但更多的是贪婪。若柳坤真能掌控6重天，他们作为心腹，必将飞黄腾达。大人英明。众人齐声应和。好了，都下去准备吧。柳坤挥手道，3日后，护送公主的队伍由我亲自带领。你们暗中安排人手，待离开神都后，立刻动手绑走公主。记住，一定要做得隐秘，不能让任何人察觉。是。众人答道。另一边的陈平，指尖拧起一道柔和的灵力，轻轻点在紫渊眉心，撑住，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话音未落，陈平一挥手，镇魔塔出现了。陈平不再犹豫，扶着紫渊踏入塔门，下一秒，两人便置身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天地。紫渊本因中毒而昏沉的意识，被扑面而来的浓郁仙气激得瞬间清醒。他瞪大双眼，望着眼前的景象，惊得连呼吸都停滞了半分。映入眼帘的并非想象中镇压魔物的阴暗囚笼，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领土。远处几座连绵起伏的小山丘通体银白，仔细看去，竟是由纯度极高的仙石堆砌而成。那是陈平收集的仙石矿脉，还有从一些被杀的修士身上搜刮的资源。山丘之间，一条由液态仙气汇聚而成的溪流蜿蜒流淌，溪边长满了千年灵草、万年灵芝，甚至有几株罕见的悟道茶树，叶片上凝结的灵露滴落，在空中便化作细小的灵气漩涡。更远处，9层镇魔塔身悬浮于虚空，塔身符文闪耀，将整个塔内空间映照得一片通明。而虚空之上，时光流转的痕迹肉眼可见，明明能清晰看到灵草生长的细微动静，却又觉得一切都快了数倍，诡异而和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紫渊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。他曾见过神国皇室珍藏的顶级矿脉，可与这里相比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尤其是那几座仙石山，散发出的精纯灵力几乎要将他的经脉都撑得发胀，让他体内的毒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压制。这是镇魔塔内部。陈平扶着他在一株悟道茶树下坐下，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解毒丹递过去。塔内时光流速与外界不同，外界1日，塔内便是100日。而且这些仙石矿脉的灵力足够精纯，正好适合我们恢复。紫渊一言吞下解毒丹，只觉一股清凉之意顺着喉咙滑下，与塔内的灵气交融在一起，瞬间包裹住体内的毒素，开始一点点剥离。他望着远处的仙石山，又看了看陈平苍白却坚定的脸，心中震撼之余，更多的是安心。有如此至宝相助，他们未必没有翻盘的机会。突然，紫渊眉头一皱，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。你怎么了？陈平赶忙问道。紫渊双腿夹紧，表情很不自然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毒素没有清除干净？陈平焦急地问道。紫渊点了点头道，那毒气从我下腹进入的，如今我下面很痒。陈平一听，直接愣了一下，
不自觉地看了看紫渊的下腹。紫渊脸红了，咬着牙道：“你不用管我了，我自己慢慢逼毒，看能不能把毒逼出来。你现在很虚弱，根本没办法把毒素逼出来的。”陈平摇了摇头，随后像是下定了决心道：“紫渊姑娘，如果你能够放开，我可以帮你把毒素吸出来。”什么？紫渊一愣，脸更加的红了。可以吗？陈平问道。紫渊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陈平没有再犹豫，直接褪去紫渊衣衫，趴上去用嘴猛烈地吸了起来。紫渊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掏空，人都要飘起来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紫渊又昏过去了，嘴里还发出阵阵呻吟。陈平舔了舔嘴唇，看了一眼昏过去的紫渊，把他安顿好后，陈平走到一座仙石山前，盘膝而坐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运转凝心诀。刹那间，整座仙石山的灵力如同潮水般涌向他的身体，顺着经脉疯狂涌入丹田。与外界不同，塔内的仙石灵力无需炼化便可直接吸收，再加上100倍的时光流速，修炼效率瞬间提升了1000倍不止。丹田之内，气旋开始高速旋转，青色的灵力不断压缩凝练，颜色逐渐从浅青转为深碧。陈平能清晰地感受到，丹田壁上那层阻碍突破的壁垒正在被庞大的灵力不断冲击，每一次冲击都让壁垒出现细微的裂痕。塔内时光飞逝，外界不过短短2天，塔内却已过去了200日。这200日里，紫渊的伤势在解毒丹与浓郁灵气的双重作用下彻底痊愈。他甚至借着塔内的灵气，将修为突破到了地仙境9品，只差一步便能突破人仙境。他时常坐在悟道茶树下，看着不远处的陈平，想起陈平用嘴给自己吸的场面，紫渊会不自觉地夹紧双腿。此时陈平周身环绕着一层碧青色的灵力光晕，光晕中不时有细微的雷弧闪过，与塔身的符文交相辉映。而他身前的仙石山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矮了一截，显然大部分灵力都被他吸收殆尽。这一日，当又一股庞大的灵力从仙石山涌入丹田时，陈平猛地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爆射。他低喝一声，将体内所有灵力凝聚成一柄灵力长矛，朝着丹田壁上的壁垒狠狠刺去。咔嚓，清脆的碎裂声在体内响起，那层困扰他许久的壁垒应声而破。瞬间，更磅礴的仙石灵力从外界涌入，丹田内的气旋疯狂扩张，颜色从深碧转为墨绿，最终稳定成一团凝练如实质的灵力核心，散发出比之前强盛数倍的气息。地仙境2品，陈平缓缓收功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，以及经脉中流淌的雷属性灵力，嘴角终于露出一丝久违的笑意。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手脚，之前因中毒和强行催动灵力留下的暗伤彻底痊愈，甚至因为吸收了仙石矿脉的精纯灵力，根基比以往更加稳固。陈平道友，恭喜突破！紫渊快步走上前来，脸上满是欣喜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陈平身上散发出的气息，沉稳而强大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陈平看着紫渊，也是微微一笑道：“紫渊姑娘，恭喜你也突破了。若不是你的镇魔塔，我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突破的，太谢谢你了。而且还要谢谢你给我解毒。”紫渊说完，脸红得像是猴屁股一样。小事而已，若是紫渊姑娘体内的毒素没有清除干净，我可以再帮你的。陈平毫不为意地说道。紫渊一听，摇了摇头，嘴唇道：“可能是没有清除干净。最近我总觉得有种酥酥麻麻，像是小虫子在爬的感觉，像是毒素要爆发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再帮你把毒素都给吸出来吧。”陈平说完，就凑了上去。紫渊闭上双眼，任由陈平的摆弄，没有丝毫反抗，有的只是享受。过了好久好久，陈平才停止，看向紫渊问道：“紫渊姑娘，感觉怎么样？”“好多了。”紫渊点了点头。“我们还是快点回神都吧，我怕那柳坤会对国主不利。”“好。”陈平点了点头。说罢，他抬手打开塔门，扶着紫渊迈步而出。
在陈平他们走出之后，镇魔塔瞬间缩小，重新回到陈平的手上。此时外界的天色刚刚微亮，陈平望着神兜的方向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两个人隐去身上的气息，然后快速朝着神兜的方向而去。